前阵子在青少年之间呢，有个叫做 Zenly 的社群软体正在快速的崛起。这个 App 的最大卖点是它可以让你的朋友随时看到你人在哪里。这不会有侵犯隐私的问题吗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Zenly 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哦。你有没有跟伴侣约会快迟到，但你人还在家里的经验呢？这个时候呢，有人可能会用我在路上啦，快到了来敷衍。但如果你的手机里面下载了 Zenly， 那这个借口可能就没用了。Zenly 是一个在青少年之间非常流行的 App， 那因为他们的 logo 是一支冰棒，所以也被昵称为冰棒。它可以让你的好友随时看到你现在的位置，甚至连你去过哪里、停留多久也都无所遁形。所以呢，也被戏称为是抓奸神器。听起来太可怕了吧？到底谁会想要用呢？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，那你可能也跟我一样年纪大了，因为根据儿福联盟调查，台湾的国高中学生呢，每3个人就有1个人下载冰棒。像是在迪卡论坛上面呢，还有人分享一个高达15000个好友的冰棒画面，也就是说呢，遍及全台的15000人都会知道他家在哪里，他今天去过哪些地方。那这样真的没问题吗？冰棒到底在红什么？为什么有人会想要把自己的定位给全世界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，按照惯例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生活在台北的你，这几年印象最深刻的改变是什么呢？是希望追求居住正义而新建的社会住宅，或是台北市推动的有线电视分组付费，还是为了推广低碳交通而开始逐步上路的电动公车？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台北城市博览会，就是台北市政府想要邀请大家透过展览，从不同面向一起看看台北的成长与变化。展览以台北的未来为主轴，规划了3大展区，并且有永续发展、城市再生、打开台北共融社会、创新创业、智慧城市6大主题。这场台北城市博览会将于8月27日到9月11日在花博争艳馆举行，周边还有市集以及各种精彩展演，有吃又有玩。有兴趣的话，快来参加2022台北城市博览会吧。冰棒 Zenly 是一个法国团队开发的 App，虽然最近呢才比较在台湾流行，但其实它早在2014年就上线了，而且上线短短2年呢就累积了高达200万次的下载量，非常的受欢迎。2017年 Zenly 被美国上市公司 Snap 收购，而这个 Snap 呢就是 Snapchat 背后的那个公司，也是一个在美国年轻人之间非常受欢迎的社群 App。那有了 Snap 的资源呢 ，Zenly 的使用人数更加大幅的攀升，今年光在 Google Play Store 上面呢就已经有超过5000万次的下载。而且在东欧、东南亚、日本等地也都深受欢迎，而台湾也不例外。根据 Data.ai 的7月的资料呢，冰棒在台湾的社交类应用程式的下载量排名第5。冰棒到底为什么会那么的红呢？我们前面提到，冰棒是一个结合聊天、社交跟地图导航的 App， 所以除了一般的聊天、传贴图之外呢，冰棒可以让你随时看到朋友的位置，而且不只是对方的定位那么简单，冰棒连它的移动时速手机电量都可以显示出来，而且还可以进一步的从对方的作息习惯跟停留时间去分析出他家、学校跟工作地点的位置，甚至连他在移动的时候，冰棒都可以自己判断说他移动的目的是什么，像是上班的路上、回家的路上等等。那很多的使用者都认为说，Zenly 让联系朋友这件事情变得更加方便，像是平常下班想要找人吃饭喝酒，打开冰棒就可以看到附近有哪些朋友，马上约出来见面。另外，还有一些情侣呢，也会用这个 App 来随时掌握彼此的动向，不需要一直报备报平安。有些情侣也觉得愿意把自己的定位交给对方，也是展现信任跟亲密感的方式。而再来呢，也有一些家长会想要用冰棒来确认小孩的行踪，让小孩出去玩比较安心。甚至呢，还有一些报道说，曾经有人想要自杀，幸好呢他的手机里面有安装冰棒，让家属及时找到他的位置，才能够送医救回一条命。那除了上述这些情侣朋友、家人之间的使用情景之外呢，也有少数人会加陌生人好友，把冰棒当成交友软体使用，直接认识在附近的人。所以总结来说呢，喜欢用冰棒的人，大部分呢是看重它能够随时掌握彼此行踪的优点。不过大家应该也可以想象，这个优点也引发了很多对于隐私的疑虑跟质疑。对于冰棒的质疑可以分成2个层面来谈，第一个是针对 App 本身的资安风险，第二个呢是针对使用者本身的隐私问题。那先来谈谈 App 本身的资安风险好了。不少人担心说，冰棒这 App 拥有那么详细的个人资料，那么这些资讯会不会在我不知道的情况泄露出去呢？那针对这个问题，冰棒官方表示说，他们会尽力的保障用户的资料安全。如果用户不想要用冰棒了，也可以提交删除账户的请求，或是呢过了1年没有登入，冰棒就会去删除用户的资讯。不过
过，当然啦，任何 App 的设计都不可能十全十美，资安风险还是会存在。像如果冰棒的伺服器被骇客攻击，里面的使用者资料就可能会被窃取。而另外，在今年的时候呢，美国一家软体安全公司也发现了冰棒的2个安全漏洞，可能会让陌生人拿到你的电话。那一旦电话被有心人士利用，你可能就会接到骚扰电话或者是钓鱼简讯。不过这些漏洞目前都已经在回报给冰棒之后被修复了，而且不少人指出说，类似的风险在任何 App 都有可能出现，也不是只有冰棒独有的问题。所以这些人认为冰棒真正的问题不在于 App 本身的资安风险，而是它会让用户分享太多的个人资讯出去，让人毫无隐私。从推出以来，冰棒所引发的隐私问题一直被很多人讨论，而今年的4月，冰棒软体更新后的新功能更是掀起了一波论战。其中最受争议的新功能有2个，第一个是可以观看朋友足迹的亮点。过去的冰棒呢，你只能看到好友当下的位置跟停留时间，但是在更新之后，变成可以查看朋友在24小时之内曾经去过哪里、停留多久、几点回家等等。再来是你的世界这个新功能，它会公开使用者去过的地点，甚至呢还会根据到访的次数显示在公开的排行榜上面，让所有人看到你有多爱去某个地方。那因为资讯实在是太过详细很多人都觉得冰棒真的很变态。像是有一个朋友呢就分享说，他跟一位网友不期而遇了好几次，想说怎么可能那么巧，后来才发现呢，原来自己被用冰棒跟踪了。那除了这种人身安全跟隐私的疑虑之外呢，也有人担心说，冰棒的运作模式会影响到使用者的心理健康。前面我们提到，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发现，台湾的国高中学生每3个人就1个人下载冰棒。但调查同时也显示说呢，部分国高中生在接触冰棒之后，容易发生焦虑还有失眠的问题。因为青少年融入群体的需求比成年人来得更高，他们会担心错过朋友的动态跟行踪，所以比较呢会反复的查看社群，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上面。当他们发现自己的好友出去玩没有约他容易因为这样子感觉很失落，觉得是不是我做人太失败，是不是没有人在乎我等等。但这种状况呢，有个名词叫做社群恐慌，指的是因为网络社交而产生焦虑的状态，让人容易陷入跟他人比较的心理，甚至会产生孤独、自卑等负向情绪，影响身心发展。而除了青少年之外呢，有些成年的情侣也因为使用了冰棒而觉得压力很大，像是有些情侣呢会觉得不做亏心事就不用怕，要求另外一方下载使用冰棒。这时为了要让伴侣安心有的人呢可能就会答应妥协，但没有想到从此失去自由。每次吵架心情不好，想要自己安静都没有办法消失，一直会被对方找到。有的时候定位跑掉呢，把你显示在奇怪的地方，又引起对方的误会。想说关掉定位，又更容易让对方怀疑你做亏心事。所以有些情侣觉得说，冰棒让他们的关系出现了很多不必要的争端。不过反过来说，也有支持者认为冰棒只是一个工具，那些隐私问题身心健康、误会、吵架等等的状况，都是使用者自己个人问题。针对隐私的问题冰棒的共同创办人马丁呢，就曾经表示说，他们的使用者其实根本不在乎隐私。马丁表示呢，他们一开始花了很多的时间心力，想要保护用户的隐私，比如说呢，可以让用户把账号关私人，只给自己的好友看，或是开启模糊定位，让别人无法精确的掌握你的位置。但马丁后来才发现他们的使用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。大家之所以用冰棒，就是想要被朋友看到自己在哪。有认为这个原因是呢，冰棒的使用者比较年轻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在社群媒体时代长大，已经很习惯在网络上面打卡分享生活了，所以对他们来说，被人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做什么，并不是很严重的隐私问题。相反的比起隐私呢，他们更在乎冰棒的便利性，觉得只看定位就能够去找朋友，真的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。甚至有些人还会故意去加陌生人，或者在抖音公布自己的账号求加好友，把冰棒当成是另类的交友软体来用。所以隐私的问题有点像是有人在乎，有人不在乎。那支持者就认为说，如果你真的很在乎隐私权，那就不要用冰棒就好了。至于冰棒引起同侪或是亲密关系压力的问题呢，支持者也认为说，这个问题的根源并不是冰棒这个 App， 而是因为双方的信任关系不足，冰棒顶多只是让这个问题浮出水面而已。像是有情侣就分享说呢，双方感情稳定的时候，就算冰棒显示对方在汽车旅馆，他们也只会当成笑话来看；但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，就算冰棒显示对方只是在餐厅吃饭，也会吵说你跟谁吃的为什么要去那么远吃饭，是不是有鬼？所以支持者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要回到关系本身处理，不应该把问题怪在冰棒上面。
我们一开始发现 Zenly 这个 app 的时候呢，其实觉得蛮难理解的，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说自己的位置啊、跟行踪，还有学校、家里位置都是非常私密的资讯，不能够随便被别人知道。但这种观念呢，随着社交软体的流行，好像也开始慢慢的变得有点松动了。像是当初脸书刚出现打卡功能的时候，也有很多人批评说打卡很危险，但到了现在，大家出门打卡根本是很平常的事情，没有太多人会在意。那可能就表示说，所谓隐私的概念是会随着时代改变的。每个人对于隐私的界定都不太一样，愿意用多少的隐私去交换方便性，也是因人而异。那到底该不该用冰棒呢？我们觉得有几个标准可以帮助你判断，像是思考说，你用这个 app 究竟是想要得到什么？那你使用这个 app 的方式真的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吗？它会遇到什么风险呢？像是有的人用冰棒单纯是想要方便约朋友吃饭，就算关定位也不会有压力，那冰棒可能就是一个适合的 app。但如果像是情侣之间想要用冰棒来获得安全感，但越用反而越无法信任彼此，那这时候适当的抽离 app， 好好沟通，可能才是能够真正的解决问题哦。那所以最后呢，我们也来想问问大家你怎么看待冰棒这个 app 呢？觉得超赞的用这个约人很方便啊，B 觉得有点可怕，不想要隐私被那么多的人看到，C 觉得 app 本身没问题但要克服人际压力太难了。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冰棒 Zenly 的讨论。此外呢，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小红书以及被遗忘权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么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